老同学喝多后向我炫耀起了最近的烈焰成果，突然一个美女头像吸引了我的视线，竟然是我的上司。他说：“怎么喜欢这个啊？嘿，我跟你讲，这个美女可是主动，得很啊。”我心里涌起一股醋意，我问他：“你跟她见过面了？”他一脸坏笑，说：“不但见过，都已经竣工了。”他开始绘声绘色描述细节，前排的司机听了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是这时，一颗种子在我心头种下，他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行？叶以庆是我这份新工作的上司，我的前一份工作是甲乙方公司，部门里乌烟瘴气，我受不了同事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上位手段，决定换份轻松点的工作。在招聘网站上，我看到一家自媒体公司在招拍摄助理兼剪辑，月薪开得很高，是我之前工作薪资的2倍多。于是我把简历和之前大学时业余拍的短视频投了过去，没想到很快我就接到了面试电话，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听上去很可爱。她开门见山说看了我的作品很满意，约我去一家咖啡馆面试。我心想，这是什么奇葩公司，竟然把面试地点约在咖啡馆？媒体从业者都这么去中心化吗？下午4点多，我来到咖啡馆，找了个位置坐下。不一会儿，来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身材高挑，气质非凡。我承认，第一次见到她，我心里就开始春波荡漾，所以面试每个细节都被我刻入了脑中。她坐在了我对面。您是巫先生吧？她美丽的脸庞在灯光照射下，就像是天使降临在我面前。难道这公司的 HR 就是主播吗？我故作镇定，您是？我姓叶，早上给你打了面试电话。她的笑容很灿烂，向我伸出了手。你好，叶小姐。我跟她握手，但由于太紧张了，我手心里竟然全是汗水，简直是社会性死亡。她没露出任何嫌弃的神色，只是说放轻松一点，我们随便聊聊。我身体笔挺，说好。她看着我这僵硬的姿态，忍住笑意。我又不会吃了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为了不显得冷场，就随口说了句，这倒是不担心。谁知这一句话让她忍俊不禁，但她很快止住了。我们聊正题吧。她跟我介绍了一下工作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拍摄短视频，并负责后期剪辑和上传，一周之需要更新3个左右。另外我还可能需要兼职担任司机，但平时一般不会外出，这么轻松。其他时间呢？我问。闲着，这也太凡尔赛了吧。我难掩喜悦之情。老板不会骂吗？我就是老板。我重新挺直了腰板。叶总好。我这不知所措的神态竟然又把他逗笑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为了缓和尴尬，我连忙问道，那个叶总，我想问下，咱们公司有几个人啊？他说，如果你加入的话，2个。这有点太出乎意料。那办公地点呢？我家。我实话。紧接着他问，你是单身吗？这个问题有点猝不及防。对，单身。好，恭喜你入职了。他说。我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就算面试完了。不然呢？他神色略带俏皮。接着他拿起包，站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先走，这里的咖非随便点。我跟服务员打好招呼了，从我账上结算。他对我一笑，转身离去。望着他离去的曼妙背影，我过了许久才回过神来。我闻了闻右手，刚才握手时残留的香水味飘入鼻腔，后来我才知道，这款香是纪梵希的，心无禁忌。第二天8点半，我按照叶总给的地址来到他位于高档别墅区的家。这里是上下2层的复式结构，被他分成了生活区和工作区。整个2楼以及1楼的一部分是生活区，也就是他起居的地方，其他地方是工作区。2个区域从视频风格上能轻易分辨。工作区里有拍摄用的摄影机和滑轨，有布景，还有一架钢琴。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入职的情形，叶总穿着不算性感，但一颦一笑却让我心生涟漪。我心想，假如我努力工作的话，他会不会很欣赏我？然后打住，现在是工作时间。当录制正式开始的时候，我才知道叶总是个音乐类博主。他坐在钢琴前，边弹边哼唱，唱的是纯旋律，没有歌词。他总是弹弹停停，停下的时候眼神涣散，仿佛在思考着什么，然后又回过神来继续弹。虽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阳光开朗，但他一坐到钢琴前面，浑身就散发出忧郁气质，我无法分辨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半小时后，他彻底停止了弹唱，随便选一段，帮我剪辑成1分钟的短视频。他说，不露脸，截到脖子以下。我随便选。他点点头，你觉得哪段好就选哪段。我去到一旁，又把他弹奏哼唱的曲子听了一遍，感觉不论哪段都挺好听。纠结了一会儿之后，还是忍痛割爱，选了其中一段。剪辑好后，我打开电脑，登录短视频客户端，用老板的账号发了出去。我看了下他的号，有几十万粉丝。他发布的视频都是钢琴弹唱，音色很好，钢琴弹的也棒，再加上身材一流，所以视频最少也有几千赞，最多一条有10几万赞。我好奇他为什么不露脸，每段视频只拍摄脖子以下。以他的长相，如果露脸的话，粉丝数最起码加一个0。视频上传后，他对我说，今天告一段落，中午留下来吃过饭，下午你就自由活动吧。我连忙摆手，不了，我自己出去吃就行。他说，陪我吃饭，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怎么回事？我竟然觉得老板的表情特别调皮可爱。晚上，我点开了他的短视频账号，点赞已经1万多了。他的账号从来没有过带货，没有接过广告，也没有过直播。我想他大概是在培养期，背后肯定有 MCN 机构扶持。第二天上班，我来到工作区，提前把摄像机的角度和灯光设备调整好。叶总从2层生活区走下来，看到我说，今天不工作了，陪我喂喂猫吧。这么随意吗？
一层的角落里有个很大的猫爬架，这些猫都不是太好的品种，看上去像是领养的。喂了一会儿猫后，他问我，你喜欢猫吗？我挠着手臂的皮肤，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扭扭捏捏的。叶总瞥了我一眼，喜欢就说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呗。我对猫过敏，我实话实说，所以喜欢不起来。他吃惊，赶紧抱起猫，把它们放回猫架上。过敏怎么不早说？怕扫你心，我去给你拿过敏药。他看了眼我微微发红的手臂，转身走上了楼。不一会儿，他拿着药膏和棉球下来，纯天然的，很好用。他说着，把药膏抹在了棉球上，看样子要亲自给我涂。叶总，我自己来吧。我诚惶诚恐，把手伸过来。他用命令的口吻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这也是工作内容之一，好吧？我不好意思的把手伸过去。他扶着我的手说，以后别叫我叶总了，叫我名字叶以庆，也可以叫我阿庆。我工作这一个星期只正儿八经上了3天班，其余时间陪阿庆在家里投屏看了几场电影，在线玩了几局狼人杀，在别墅小区里散步，在他自己院子里发呆。由于工作太清闲了，我就兼职做了厨师，每天早晨买来食材带到他家，然后做早点和午餐。即便是这样，工作依然很轻松，不加班，工资高，上司对自己好，关键还漂亮养眼。阿庆对我很信任，他甚至把家里大门密码锁的密码告诉了我，说如果他睡过头，按门铃没人开，我就可以自己进来。他很爱聊天，但是从来不聊自己。我很好奇他的收入来源，这种高档别墅可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有一次我试图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但他却打岔绕开。走，陪我去喂鱼。叶以庆伸了个懒腰，在小区的池塘边，他用面包喂着锦鲤。我在一旁听着人造泉水的咕咕声，思绪飘了很远。当初选择投这份简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觉得新媒体是个风口，我想挑战一下。可现在好像提前开启了养老模式，这并不是我的初心。怎么了？他问。走神了？有心思？我承认，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有点太惬意了。是啊，太像做梦了，但梦总有醒来的一天。这份工作会不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把我的斗志磨没？惬意不好吗？他抬脸看着池塘远处，我觉得该奋斗的年龄不奋斗，中年会出现危机。说完，我嘿嘿笑了2声。他把手中的面包都投进了水里，鱼儿围了过来。没关系，我养你啊。我一时竟分不清他到底说的是鱼还是我。他突然轻声哼起旋律来，依然没有歌词，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很好看，但伴随着旋律，却感觉有另一半的他躲进了阴暗。1分钟后，他停了下来。好听吗？他问。好听。我说，这些旋律都是你自己原创的吧？他点点头，说，对。旋律就像是日记，可以记录心情。我从他的旋律里感受到某种复杂的情绪，好像满是期望却又怅然若失，好像有某些感情握在手中，却又迅速流逝。为什么不填上歌词呢？我问。因为这种心情不配。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前同事的电话，邀我周末聚餐。我并不喜欢这群小肚鸡肠的人，他们经常互相穿小鞋，厨艺不好，但甩起锅来一个比一个强。我夹在里面，经常左右为难。不过好在我并不参与他们之间的争斗，所以只是个工具人，偶尔会背他们的锅，更多时候背冷。无奈这次他们盛情难却，我还是去了。周末的中午，我去到约定的川菜馆，包厢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他们佯装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嘘，伟的嘴脸让我想起了在公司的一幕幕，不禁有些恶心。这次聚会有20人，包括几个我不认识的新人，有些同事没来，肯定是被排挤了。这次聚会估计是刺拉帮结派的投名状。这次把我叫来的目的，我也能猜到，这些人很轻视我，他们觉得我现在混得肯定不好，把我叫来是让新人看看不跟他们站在一队之人的下场。辞职之后去哪里高就了？我的前部门领导刘哥问。去了家小公司。我挤出笑容。多少人啊？我没好意思说，伸出了2根手指头。20人啊。刘哥轻蔑一笑，但表情转瞬即逝，不算少，快跟咱们一个部门的人数差不多了。来来来，到齐了，咱们开始吧。开始。其他同事异口同声。前同事辉子打开了几瓶白酒，递给我1瓶。咱俩倒酒。这个辉子之前在部门跟我同级，但因为比我早来半年，就经常趾高气扬的指挥我做这做那，我从来没跟他计较过。酒过数巡之后，辉子隔着桌子大声问我，小吴，你现在月薪多少啊？我实话告诉了他。一时间桌上的喧嚣都停了。我现在的月薪已经超过部门领导了，他们没有任何怀疑，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虽然性格上很多缺点，但是从来不说谎。小吴啊，你这工作的强度很大吧？肯定是需要加班，注意可别累坏了身体。刘哥假装关心的说。谢谢刘哥关心，不累，1周只需要正式工作3天，每天也就一上午。他们面面相觑，几个新人目瞪口呆，他们估计自知没趣，就没再继续问下去。之后酒桌上的话题也自动屏蔽了我。刘哥鼓励那几个新人说，加油，未来可期。新人却不时向我看来，眼神中流露出羡慕。中途上卫生间，几个新人趁机加上了我的微信，吴哥，之后有点事需要咨询你。不用猜，肯定是问我这工作还招不招人。聚会结束后，刘哥他们喊我去 KTV， 我推掉，直接回了家。我知道刘哥这个人的品性，睚眦必报，这次我让他心里不舒服，遇见机会一定会为难我，所以能躲多远就多远。但我没想到，没过几天，我便撞在了他的枪口上。那天早上，我还在洗漱，接到了阿庆的电话，让我8点半去车库等他。按照他的吩咐，我提前到了车库，用配给我的备用车钥匙打开了他的保时捷，坐进了驾驶座，抚摸着方向盘，我不禁又开始思索，阿庆到底为什么这么有钱？8点半，
他准时到了车库，拉开车门坐进副驾，在手机上输入了一个地址，跟着导航走。开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城市另一侧的一栋高档写字楼。喂，需要你配合一件事。阿庆在下车前说。好的，尽管吩咐，一会儿进去，不管谁问，你就说你是我男朋友。我们进入写字楼，来到了最顶层。这家公司的装修风格相当大气，看到公司名，我肃然起敬。虽然我之前从没有来过这里，但这大名如雷贯耳。这家互联网公司是最近几年的业界新秀，成长迅速，也是我原来公司服务的最大甲方。我跟着他来到前台，前台的女孩本来正百无聊赖，看见他之后，立马表情严肃站了起来。叶副总好。前台女孩鞠躬，我大吃一惊。叶副总。阿庆冲着前台微微一笑，然后进入了公司。我跟在他身后，径直走向了总经理办公室。每个职员看到他都点头哈腰。这时，一个主管模样的人过来，笑面相迎。叶副总早，今天过来指导工作啊？语调极尽拍马之态。顾主管，上季度的报表我昨晚看了，发现了点小问题，正巧你在，我们进你办公室聊吧。叶总一反在我面前的态度，表现出的是冷若冰霜的女强人气场。好，这边请。阿庆回头看了我一眼，指了指旁边的沙发，你先坐这里啊。他的语气又变得温柔起来。哦，好，我茫然答应。阿庆和顾主管去了办公室，我在沙发上如坐针毡。职员们时不时看向我，然后互相窃窃私语。他们这种神态，我在原来公司见的很多，我敢打赌，他们说的绝对不是什么好话。我忙自在背，刷了会儿手机，一个人来到我身边，熟悉的声音响起。哟，小吴啊！我抬头，心里咯噔一下，是我那个前领导刘哥，他身边还跟着那天参加聚会的一个新人。您好，刘哥。我连忙站起来，这要巧啊。是啊，我带小张来拜访，认识一下客户。他打量了我一眼，你来这里是？我一时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一看我说话扭捏，脸上立马浮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哦，知道，你来这里应聘是不是？这误会大了。刘哥，是这样的，我试图解释，但却被他打断。小吴啊，你听我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你这做法不对。不是，刘哥，我还没讲完呢。您说，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辞职了。你来我们的客户这里应聘，就是想以后凭借着两边的关系在吃回扣拿红利吧？他说话声音很大，想让新人看看背叛公司者的下场。刘哥，我真没想，别叫我刘哥。他怒斥我，合同上可是写得很清楚，辞职以后不能来这种利益相关的单位。我们公司几个项目报价的底价你全知道，如果以后因此公司利益受到损失，我饶不了你。我几次想打断他，但都插不进话。而且最让人气愤的还不止这件事。他回头看了眼新人，用食指傲慢地指向我。他还撒谎说他找到了一份高工资的工作，有意思吗？我已经放弃了解释，只觉得心累。你的能力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离开公司你吃饭都难，还吹牛说找高薪工作，呸！他说着上前拽着我的领子，走，我去跟这个公司的 HR 说，我得让他看看你的真面目，再把你的行为在行业论坛里一发。哼哼，你这种人啊，同行业将永不录用。公司的人都在看我们，我忍无可忍，一下把他的手从我领子上拍开。哟，还敢动手？他推了我一下。这时另一个声音响起来，怎么了？跟阿庆一起进办公室的顾主管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正在推搡我的刘哥，老刘，你发什么神经？顾总。刘哥走上前，陪着笑脸，你来的正好。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想来你们这里应聘，你千万不能聘他，这是个白眼狼。顾主管看向我，倒吸一口凉气，质问他什么应聘？这是叶副总的朋友。刘哥大惊失色，叶副总，荒唐！顾主管对他大吼了一声，然后走到我身边，关切的问：您没事吧？我说没事。刘哥指着我说，他撒谎，他最会撒谎了，他肯定不是叶总的朋友。这时阿庆也过来了，没错，他不是我朋友。他迈着慵懒的步伐走到我身边，是我男朋友。刘哥目瞪口呆，顾主管连忙道歉，不好意思叶副总，这是咱们的乙方，他估计是误会什么了。误会？阿庆蹙眉，这种乙方不分青红皂白就搞出这大动静，鸡飞狗跳的，怎么用心做服务？叶副总，我知道怎么办了。顾主管转头指着刘哥的鼻子，你回去吧，我们两家公司以后不会再合作了。刘哥惊慌失措，他上前试图握住顾主管的手，但是顾主管把他的手甩开了。他转向阿庆，但阿庆看他的眼神冷冰冰，终于他想到了我，小吴，小吴，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快帮我求求情吧。刘哥不停道歉，看他这样，我突然有点不忍心。刘哥一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虽然对我很一般，但好歹也是同事一场。我看向阿庆，说算了吧。没想到阿庆摇了摇头，对我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他说完，一只手跨上我的手臂，我一下子头脑发懵，走，咱们回家。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上车后，我开口问道，为了帮你解气啊？不，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说我是你男朋友？坐在副驾的阿庆把头倚在靠背上，看着窗外，说这件事很复杂，所以你就别问了，管住自己的嘴，别问，这也是工作的内容之一喽。他指着前方说，对，开你的车吧。我感叹，我找了份世界上最奇怪的工作，要给老板当摄影师，当厨师，当司机，还要当男朋友。他咯咯笑了起来，说就问你刚才看到那人惊慌失措的样子，有没有觉得很解气？我点头，解气倒是挺解气的。红灯，旁边两个骑共享单车的男孩经过，看了看车，又看了一眼副驾上的阿庆，
卧槽！他们发出一声惊叹，人生赢家啊！阿庆身上有很多优点，开朗、大方、幽默、有才华、善解人意、漂亮、有素养。更过分的是，还有钱。跟这样的女孩子接触，很难不喜欢上。对于我这样的单身狗来说，叶以庆的魅力值是爆表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几乎都更喜欢他一点。我想，我很快就会沦陷了。但令人苦恼的是，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他，我跟他的差距太大了，何德何能？我对他的感情注定要无疾而终，这成了我如今最大的烦恼。矛盾的是，这种烦恼只有见到他才能暂时消解，所以我很讽刺的成了一名工作狂，每天只想着早点上班，晚点下班，尽可能多地跟他待在一起。后来我干脆就认命了，我知道我的结局一定是失去他，那么在失去之前，就好好享受跟他共度的每一分钟吧。也正是由于喜欢他，阿庆身上的谜团越发让我好奇。有时他弹琴的时候会动容落泪，有时他看一眼手机就会满面绯红。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身世、经历、情感，似乎再有意回避。我也跟他心照不宣，没有问过他。直到我入职1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才深入得知了他身上的真相。瞬间大厦崩塌。那天我跟小学同学们一起吃了顿饭，酒喝的有点多。散场后，我跟王远哲一起打出租车走。这个王远哲是我们这几个同学里面最吊儿郎当一个，本来有份挺有前途的工作，但因为骚扰女同事被开除了。后来他在另一个朋友的公司做闲职，每天不务正业。上车后，他打开了某个社交软件，你看我最近本垒打的这个妞，正点吧？他点开了几个女生头像，看上去都相貌身材平平。他细数每个女生的特点，还不断问我怎么样。我敷衍的回答着，可以，可以，还行，还行。突然，我的视线停在一个美女头像上，等等，我按住了他的手，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头像。这是阿庆的照片，怎么喜欢这个啊？哈，我跟你讲，这个美女可是主动的，很啊。你跟她见过面了？不但见过，都已经竣工了。他一脸坏笑，我不信，不信？那你看这个。他点进聊天记录，手指上滑，我看到他跟阿庆的聊天记录，他讲话很露骨，但是阿庆并不避讳，跟着他聊下去。然后阿庆给他发了个房间号，让他过去。然后呢？我问，还能怎么？我当然过去了。你确定是照片里这个人？我发誓，一模一样。他开始绘声绘色的描述细节，十分香艳。前排的司机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我说不清楚自己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只记得耳鸣声响起，我心里的醋意几乎把身体撑破了。不可能！我怒吼。王远哲被我这一喊吓愣了，10几秒后，他反应过来，说：操，嫉妒了。我忍住没说话。介绍给你。他用胳膊顶了顶我，不用。我攥着拳头，指甲抠进了肉里。他冷笑了一声，真是奇怪，能赚钱了，脾气就大了是吧？司机，停车。我说，车停在路边。我一言不发，下车走了。我不相信，阿庆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人。突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跑到草丛边，把酒吐出了一大半。回到家，我辗转反侧，脑海里全是阿庆的样子。思来想去，我下载了那个软件。我努力回忆起在王远哲手机里看到的那个 ID， 试着搜索，果然看到了阿庆的头像。我给他发送好友申请，没过多久，对方就通过了。我正犹豫着要怎么开口，他给我发来了信息：小哥哥，哪天有空出来玩玩吗？我手指悬在屏幕上半天，然后鬼使神差打出了2个字：可以。过了一会儿，他回复：后天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就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穿着泳衣，身材火辣。他发信息：我美吗？我回：美。接着我又加了一句：你这么漂亮，身边应该不少人追吧？他说：我不喜欢追我的人，我喜欢玩刺激的。我说：那怎么不跟身边的人玩？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心里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好像是有某种信仰坍塌了，一团无名业火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我把手机扔到一旁，把头蒙进了被子。第二天，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去上班，见到叶以庆，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直视他了。他也看出了我心不在焉，你是不是有心事？他问。没。我撒谎。他没继续问，而是说了一句：假如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今天就放你1天假。放假是，我觉得自己是该冷静2天。在昨晚之前，来阿庆这里上班一直是我的快乐，或者说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从来都是快乐。但从昨晚开始，一切都变了。阿庆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背对着我，他的背影曼妙。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表面这么美好的一个人会有一颗乐于做见自己的灵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弹奏了几分钟后，他说：感觉好点了吗？我刚刚特意弹了一首欢快的曲子。我没注意。我如实回答：你刚才说今天可以放假的，对吧？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给自己放假。我努力挤出了一丝微笑，说：最近发生了点事，我今天想自己静一下。他点点头，那好。我转身走开，没几步又回头说了句：谢谢你，叶总。他的表情一下变得僵硬，很久我都没在私底下这么叫他了。他没说话，摆了摆手，意思是没事，走吧。我离开别墅后，沿着马路走回了自己家。一路上，我不断在想，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把戏吗？当生存无忧之后，人就会追求更刺激、更能满足感官享受的事情，并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这种人性的阴暗面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任谁都无法避免吗？如果是这样，那我遵从人性中最原始的欲望做出选择，是否也无可非议？要知道，对于我来说，根本高攀不上阿庆。如果不走歪门邪道，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他的机会。而现在，有个偏门机会摆在我面前，
只要我上前一步，我就能得到他，哪怕只是一晚。我停步，掏出手机，打开那个软件，明天可以约。我回复了这么几个字，很快，那边发来了一个位置，是一家高端茶座和一行字，明天上午10点，先在这里见个面吧。大概10分钟后，阿庆用微信给我发来一条信息，明天再放你1天假，我有点事情。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我故意这么问。见个客户。他回，我承认，对于第一次约屁，且对象是我的老板，我的心情是非常忐忑的。我提前到了，但没有进去，而是躲在街边转角，盯着不远处的茶座。10点整，阿庆准时进入了茶座，他坐在了最里面的座位，我所在的位置看不到他，我手心全是汗，内心排练着进去见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好巧啊，不行，怎么会是你？不行，怎么可能是你？不行，哼哼，果然是你。不行，直接去酒店吗？不行，都不行。我的腿在打颤，比当年高考还紧张。突然，我手机响了，是那个软件发来消息的声音。我打开，看到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你人呢？怎么还没来？我手指颤巍巍给他发了信息，马上到。他回，小哥哥，放我鸽子了。我打字，没有，等我。但我想了想，直接删掉了，深吸一口气，豁出去了。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茶座走去，还有10几米的时候，叶以庆突然从茶座里冲了出来，表情非常恼火。我赶紧侧过身去，他朝我这边走来，我不知所措。一股熟悉的香水味道从身边飘过，我闭上了眼睛，香水味逐渐消失，睁开眼，环顾四周，我已经看不见阿庆了。我没敢再从那个软件上联系他。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忐忑的心情到了顶峰，阿庆的心情也很明显受到了影响。他没喊我去给他录视频，而是自己一个人坐在猫架前，看着上蹿下跳的猫咪发呆。快到中午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话，喂，如果我对你说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你相信吗？我愣住了。他一直对我很好，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坏心思。扪心自问，约屁这件事不也是两厢情愿的事情吗？对很多人来说，这种优质的美女能答应和他共度良宵，那简直是女菩萨。可是虽然每个人都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但这种行为毕竟有违良俗，所以我该怎么回答他？最终我选择不置可否。他看我没有说话，勉强的笑了笑，说不用回答了。这时他手机响了，接听，那头似乎传出一阵嘈杂的声响，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挂断手机，面色凝重。1分钟后，他看向我，开车跟我走一趟。我们又来到了他任职的那家公司，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有人在喊叫，动静巨大。顾主管看到阿庆来了，赶忙走上来，说叶副总，他闹了1早上了。阿庆眉头一皱，说我来跟他交涉。顾主管劝他，太危险了，他来就是针对你的。阿庆说，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快步走进公司，我紧跟在后。只见保安们围着一个女人，不敢向前。那个女人只有18、19岁的样子，手中攥着一个烟灰缸，穿着像睡衣一样拉垮的宽松白衣，披头散发，面色煞白，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他看见阿庆，顿时满脸狰狞，一下把手中烟灰缸扔了过去，烟灰缸直直砸向阿庆。我一个跨步向前，伸手挡去，烟灰缸砸中我手骨，力道很大，我感到一阵剧痛。阿庆心惊，赶紧查看我被砸中的手，你怎么样？幸好挡住了。我说。他看向那个女人，脸上阴云密布，你够了没有？阿庆质问道。不够。那个女人声音沙哑，和目测的年龄并不相符，远不够，除非你死了。阿庆对着保安们说，你们还在等什么？报警啊，把他带走啊！我看谁敢！那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大喊。奇怪的是，保安们都不敢上前。顾主管面露难色，对叶以庆说，叶副总，你也知道，之前邵总吩咐过，原话是不让我们动他一根毫毛，也不让惊动警方，不然拿我们是问。那个女人疯狂大笑起来，但是笑的时候眼睛直直盯着叶以庆，让人顿生寒意。她笑了足足几10秒，然后戛然而止。叶以庆，你这个不要脸小三，为了我爸爸的钱，你勾引他，霸占他的公司，你该被千刀万剐。阿庆的呼吸变得很急促，他不顾旁人的阻拦，走到那个女人面前，迎上她的眼神。第一，我不是你爸爸的小三，是他骗了我，我也是受害者。第二，这个公司成立的确有他的支持，但我为了他付出了足够的心血和努力，这是我事业的一部分。第三，为了撇清关系，我已经把全部的股份都给了你父亲，我只有有限的管理权，所以你说的这几点统统不成立。闭嘴吧，你这个婊子！那个女人举手想打阿庆一巴掌，阿庆抓住了她的手臂。这女人不但精神状态不对劲，身体也好像是长期营养不良，胳膊很细。邵小蕊，消停吧！被称为邵小蕊的这个女人眼中的怒火没有消退，反而更加旺盛。她啐了一口唾沫在阿庆的脸上，我赶忙上前将他们拉开。邵小蕊瞪着我，吼，你是什么东西？他抓挠着我的衣服，在身上留下了几道伤口。阿庆看到我受伤，上前用力把他推倒在地。邵小蕊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哦，明白了，奸夫，婊子配狗，天长地久。哈哈哈！他像被恶魔附体一样狂笑着，这瘆人的笑声在整个公司里回荡。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笑声成了我的幻听，不时在耳边响起，不检点，做小三。阿庆的人设在我心中彻底垮了。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容忍自己走到这一步。虽然知道了他的种种劣迹，但奇怪的是，我渴望得到他情感的冲动似乎并没有减少。我甚至觉得
有点缺陷的他，才能让我平视。他在天上的时候，我高攀不起，如今他跌落了，我才有机会。突然，我想到了邵小蕊的那句话，婊子配狗，天长地久。靠，我这是着了什么魔道？自从邵小蕊大闹公司之后，阿庆只给我发过一条信息，在家休息几天吧，不用上班了。几天过去了，他一直没通知我什么时候再去上班。中间我尝试给他发过几条信息安慰他，但他始终没有回复过我。我有些担心，买了些他喜欢吃的糕点登门，门铃按了好久才开。我看到了面容憔悴的他，他挤出一丝笑容，进来吧。他说。我跟着他来到客厅区域，投屏上正播放着一部老电影《泰坦尼克号》，我很担心你。我说。他耸了耸肩，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都会郁闷好多天，不过一定会走出来的，不要紧。我把买的糕点放在桌子上，喏，都是你喜欢吃的，谢谢。他看了眼糕点，你心真细，我喜欢吃什么都记。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关于那天的事，你不好奇吗？他说。我纠结了一下，说好奇。他坐进沙发里，面前的屏幕上，泰坦尼克号刚刚起航。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大我16岁的男人，邵成，他是我创业项目的投资人，在创业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资源。他成熟、睿智、眼界广、阅历深，分析问题一针见血，我对他很崇拜。当时他对我说，他已经离婚了，是单身，很自然的，我陷入了对他的感情当中，最终走到了一起。同时，我合伙创业的公司也蒸蒸日上，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直到热恋了半年之后，我才发现邵成骗了我，他根本没有离婚。那天，他老婆找到了我，我任由他骂，我知道这个女人比我更可怜。后来，邵成对我解释。他说他和老婆早就分居了，完全没了感情，但我不傻，他说的明显是借口。我受不了他对我的欺骗，我跟他分了手。为了跟他划清关系，我把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了他，但在其他投资人和合伙人的要求下，我保留了一部分管理权。我花了好久才从这段感情的伤害中走出来，但没想到有天他的女儿邵小蕊找到我，他对我说他的妈妈自杀了，他说我是罪魁祸首，是杀死他妈妈的凶手。那段时间邵小蕊跟踪我，纠缠着我，用各种污言秽语折磨我。我精神最崩溃的时候，我对他说，杀了我吧，我死你就能解恨了。但他说，我死了是便宜我，他要这样折磨我一辈子。后来他被送进精神病院，我的生活才算是安稳了。再到如今，他出院了，但显然精神状态并没有恢复，于是就出现了那天你看到的那一幕。他的语气轻描淡写，但我明白每一个字都像他沉重的枷锁。说完这些，他的眼神变得空洞，像是被抽去了魂魄。我轻轻叹了口气，所以你就自暴自弃了？我问。只是郁闷而已，过几天就会好了。我说的自暴自弃是指其他方面。他把脸转向我，我不懂。我深吸一口气，准备跟他坦白，我下载了那个软件。他表情透出不解。哪个？约会的那个？我说的很含蓄。我从朋友手机的那个软件里看到了你，所以那天约你去茶座的人是我。他身体颤动了一下，双手在沙发扶手上抓出褶皱。以后不要再那样了。我说，你值得有更好的人生，没必要这么糟蹋自己。他猛地站起来，泪水夺眶而出。请你离开这里。他在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走啊。他还是喊了出来。我垂下头，转身离开了。我算是失业了吗？我不知道，但肯定算是失恋了。也好，就让这段奇葩的单恋尽快结束吧。我在内心不断对自己说，看人要看内在，有些人表面对你再好，但本质并不值得你付出感情。这份工作是干不下去了，但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辞呈还是要给老板的。2天后，我写了一份很官方的辞职信，信中感谢了阿庆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希望他的事业能越来越好等等。我想他也不愿意见我，那就用微信给他传过去吧。拿起手机，我注意到有一条推送，是那个约会软件的消息。我打开，只见阿庆的账号发来了消息，小哥哥，那天临时有事，不好意思，过几天有空吗？直接来我家里。我愣了半天，不对，我已经对阿庆说过了，我就是那天约他的人，他没有道理再发这样的信息了。一瞬间，我全身像过电一般，我意识到我可能做错了一件大事。我立即赶去了小学同学王远哲的公司，他从公司出来的时候睡眼惺忪，什么事这么着急火燎？我把软件上那头像给他看，你跟我说实话，这个女孩子你约没约？他扑哧一下子笑出声来，哈哈，你竟然自己偷偷下了这个，是不是见面了？头像跟真人差太多了。你回答我的话。好吧好吧，这个没约成。我敲了酒店房间的门，结果不但没开门，还说我骚扰，差点报警。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不是喝多了吹牛吗？我跟你说啊，这个不好搞，我给你推见几个，保证你本垒打，滚啊滚啊！我怒吼着一拳打在王远哲脸上，他被我打懵了，捂着脸惊讶地看着我，无数细节在我脑中旋转拼凑，终于所有的环节我都想明白了。邵小蕊对阿庆的折磨一直没有停歇过，阿庆不胜其扰，搬去酒店住过一段时间，而邵小蕊得知后，便假用叶以庆的身份在各类软件上散布虚假的约聘信息，以此来恶心和骚扰阿庆。这就是王远哲敲酒店门时被怒斥的原因。跟我聊天的假叶以庆也是邵小蕊办的，他应该是靠着自己的身份得到了他爸公司的客户信息，然后用客户的假身份骗阿庆去见面。所以阿庆当时等的人根本不是我，而是那个客户。当他知道自己上当后，怒而离开。但这一切都被我误会了。我也明白了第一次去公司时，阿庆为什么要说我是她男朋友。他是为了跟大家表明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跟那个姓邵的没什么关系了，
邵小蕊泼的那些脏水就不要去信了。想到这里，我脑中记起阿庆哼唱过的那些旋律，曲调中浸染着哀愁和抑郁，也有不甘。阿庆已经被伤得够深了，而我却又添了一刀，这种被信任的人误解的痛苦，我也经历过，所以感同身受。我要去道歉。我再次来到阿庆家的门前，刚想按门铃，就听到里面好像传来了争吵声。坏了，难道是邵小蕊找上门来了？我赶紧在密码锁上输入阿庆告诉过我的密码，打开门冲了进去。在客厅，我并没看到预想中的满地狼藉，而是哭红了眼睛的阿庆和他面前的一位中年男人。我想，他就是邵成吧？那个，我以为是。我很尴尬的站在他们中间。算了，我还是走吧。你们聊，别走。叶以清默然看着我，你正好可以听一下小三是怎么跟金主爸爸交流的。我猛地感到一阵心痛。不，别这样，是我误会你了。我刚想开口，邵成就抢先说道：阿庆，够了。阿庆嘴唇嗫嚅着，眼泪流了出来。小蕊还是个孩子，他妈妈去世对他刺激太大，还请你体谅他。邵成说，你这次来就是为了劝我体谅他吗？叶以清说话声音很小，仿佛用不出再多力气了。没错，他妈妈的去世有我的责任，但是2年了，除了他住院的这3个月，我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担心被他骚扰和恐吓。这3个月里，好不容易我觉得自己能笑了，能把心思往其他地方稍微放一放了，但他竟然又出现了。阿庆，相信我，我尽快把他送去国外的休养院。邵成说，你没必要跟我承诺，这是我当小三活该承受的。我听不下去了，阿庆，这不该是你的错。我接着指向邵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骗了你啊。邵成叹气，对，是我的责任。虽然我跟妻子已经分居多年，但我不该把这种分居的状态称为离婚，不该欺骗你。但你要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从来是真的，都是借口。我愤愤不平。邵成转过头对我说，这位小兄弟，您是？我是他男朋友。我说。阿庆看向我，跟我对视了一眼，他也算公司的人啊。我说。这句话让邵成捉摸不透，阿庆却明白过来，啼笑皆非。是啊，他说过的，只要是公司的人问，我就说是他男朋友。邵成缓缓地说，阿庆，你走出来了，我很替你开心。我说，那你就去管管你那个女儿吧。我这次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阿庆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你自己去执行就行了，这是因你而起，也理应由你收拾。你更应该去见的人是你女儿。邵成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张开了嘴，又把话咽了回去。这时，阿庆恢复了平和的语气，邵总，如果你真心爱过我，就麻烦你和你的家人不要再打扰我了。邵成重重点了下头，然后朝门口走去。对了，这位先生，他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能出门见一步说话吗？好啊，我没有犹豫，我对阿庆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不用担心，他又不会把我怎么样。我跟着邵成走到了别墅外，他递给我一颗烟，我说自己不会抽，他于是自己点上，抽着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就这么等着他。抽到剩下半支烟时，他说，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他男友。哦，我硬撑，那是你看错了，不会错的，你的谈吐、城府、情商，几句话就能暴露出来。你缺乏让他感兴趣的魅力，你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用不着我挑拨。他把烟深深吸进肺里，然后呼了出来。过不了多久，他自己会做出选择。什么意思？他身上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你扪心自问一下，你配得上阿庆吗？这个我字后面的话，我不知该怎么说了。要硬逞强当然可以，但是没有意义，因为他说的的确没错。我不认为自己配得上阿庆。此时，我面前的他是一只威风的狐狸，几句话就把我变成了强较卑微的老鼠。我配不上，你更配不上。这种小学生吵架才用的句式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很害臊。我希望他获得幸福，但我知道幸福是有条件的，而你很明显给不了他条件。我装作冷笑了一下，可我知道他说的都对。跟别人争吵最让人无奈的就是你觉得他说的都对。他从西服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条丝巾，把烟蒂按在了里面。这个社会的规则很简单，如果你真想跟阿庆在一起，就必须得成为那个配得上他的人，不然你们的感情用不着我去挑拨。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阿庆在沙发上蜷成一团，他走了。他并没有问我们2个人之间谈了什么，只是闭上了眼睛。我内疚地说，对不起，之前错怪你了，现在我都想明白。没事，习惯了。他说，这次谢谢你，很久没有人替我说话了，很久了。他突然又眼泪汪汪。我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撕下纸巾递给了他，他擦了擦眼泪，看向窗外。许久之后，他轻轻哼唱起歌来，这次的旋律比之前的多了一些轻松。渐渐的，他的哼唱越来越弱。后来他睡着了，我把一旁的毛毯拿过来盖在他身上。我觉得你的旋律值得配上歌词，我轻声说着。我来到工作区，找了个角落席地而坐，然后打开了手机的记事本。一头喷出花瓣的金鱼在海底游弋，它在红珊瑚间嬉戏，诗句充满了尾鳍。它的歌声融进魔力，让浪花都忘记了潮汐。它让岩石变成马卡龙，让海水变成蜂蜜。它喷出了全世界的花瓣，却偏偏无法送给你。写完后我看了一遍，什么乱七八糟的，幼稚拙劣，我随手删掉了它。就这样，我又重新上班了，每周上传视频，其余时间陪着阿庆，陪他看电影，带他兜风。我觉得与其说是上班，不如说是在恋爱，当然前提是他喜欢我。可是这个前提却是空中楼阁。阿庆很快调整好了状态和情绪。1个星期之后，他对我说，他准备重新创业了，你就来当我的合伙人吧。他说这话时很骄傲地看着我，
我行吗？我认为没问题。你做什么都兢兢业业的，这是创业者的素质。你这次创业的方向是什么？我要去其他城市考察一番。你收拾收拾，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对，陪我出差，这是工作内容之一。晚上我正收拾行李，他用微信发过来了一张表格，里面是需要带的东西。我问，对了，我们这次出去几天？他回，看心情。这工作比996还剥削人。这是跟老板说话的语气。我福报。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别墅门口，门铃按了好久也没人开。我倒，昨天跟我说别迟到，结果自己睡过头了。我输入密码打开了锁，进到屋里，直觉让我感到了一股肃杀的氛围，某种不可言说的诡异弥漫在屋里，一阵寒意从我脚下蔓延到身上。阿庆，我喊道。没有人回答我，我叫着他的名字走上了2楼。刚从楼梯拐角走出来，我就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身影。我本以为是阿庆，再定睛细辨，竟然是邵小蕊。他手中拿着一把水果刀，对着我咧开嘴，狰狞而疯狂地大笑了起来。别过来！我吓得后退几步，差点从楼梯上栽下去。我本能的想逃走，但却停住了。阿庆呢？我回身看过去，只见刚才被楼梯扶手遮住的另一边，阿庆站立在邵小蕊身旁，面无血色，刀正抵在他的腰间。我对着邵小蕊喊：你不要冲动。邵小蕊沙哑着声音说：冲动？我想这一天已经想了2年了。阿庆打着哆嗦，对我从喉咙里挤出了一句话：别管我，快！邵小蕊听到，大声喊：不许走！同时刀往叶以庆腰间靠近了1寸。好，我不走。我连忙稳定住他的情绪，听你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用他的账号打开直播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贱货。我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原来邵小蕊一直知道阿庆有那个账号，他早在等这个机会，想让阿庆彻底身败名裂。邵小蕊把地上的一个手机踢到我脚边，我认出那是阿庆的，我捡起来，按他所说的打开了直播间。这对我和阿庆来说是件好事，因为直播很快就能被警方看到。按照现在警民互联的速度，社区保安会立即实施救援。直播间里很快就聚集起了观众。邵小蕊面对着手机镜头，愤恨地说：你们听好了，我面前这个女人是个小三，她勾引我爸爸，害我妈妈自杀，我恨她。她的刀从阿庆的腰间往上游移到他脸上，然后下移到胸前，一下挑开了他的睡衣。睡衣滑落，阿庆的躯体在镜头前暴露无遗。看，就是这个风骚的狐狸精。哈哈，邵小蕊完全疯癫了，他的刀在叶以庆身上游走，他享受着这种折磨猎物的快感。直播间很快就被封停了，但我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立即被警方看到，给我爸那个臭男人发视频。快！邵小蕊吼着，我要让他亲眼见到这个女人被我折磨。视频接通了几秒钟后，邵成从屏幕那头发出了吼声：小蕊，你别胡闹了。我胡闹？邵小蕊瞪大了眼睛，你们把我妈都害死了，你说是谁胡闹？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跟阿庆没关系。邵成焦急地说，你到现在还在替他说话，你们这对狗男女就该下地狱。邵小蕊已经失控，手中的刀紧紧贴着叶以庆的身体。小蕊，我的宝贝女儿，你别这样，爸爸心里难受啊。邵成，这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风度，痛哭流涕起来。你还为了这个女人哭，我是为了你哭啊，女儿，看到你变成这样，我真的……在屏幕前狠狠打了自己几巴掌。邵小蕊笑着说，继续啊，别停。邵成连续打了自己10几个巴掌，一声比一声大。邵小蕊说，跪着打。邵成点头说，好。他把手机固定住，然后跪在了镜头前，继续扇着自己。邵小蕊大笑，他对着阿庆说，还有你，跪下，自己打自己巴掌，像他一样。阿庆此时似乎已不再害怕，更准确的说是绝望压过了恐惧，他的眼眸没有了任何神采，淡淡的说，你杀了我吧。邵小蕊的表情凝固住了，你说什么？你杀了我吧。阿庆重复，声调跟上一句一样。邵小蕊愣了许久，随后明白过来了，他的折磨已经对这个女人没有效果了，既然这样，那再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他说，去死吧。他举起刀朝阿庆的心脏扎去，千钧一发之际，我冲了上去，在刀没有碰到阿庆之前，把邵小蕊这个疯子撞倒在地。他想反抗，但被我死死按在了地上。我听到别墅的门被撞开了，在2楼，我喊道。很快，保安们冲了上来，制服了邵小蕊。我赶紧脱下外套，披在失了魂一般的阿庆身上。他的眼睛渐渐恢复了神色，但很快，他看向我的腹部，眼泪流了出来。忍住，我带你去医院。阿庆哭喊着。我低下头，看到鲜血不断从腹部冒出来，失血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我的人生有很多遗憾，我懦弱、自卑、优柔寡断，这种性格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错过了很多风景。但最让我无憾的一件事，就是我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勇敢过1次，虽然只勇敢过这一次，也让我的生命有了别样的意义。我想，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要让这种勇敢贯彻我的生命。最终，我爱你这3个字没有机会说出口，但我觉得阿庆他或许有机会能看到我在手机记事本中为他的旋律所填写的词。我在黑暗中徘徊了很久，渐渐的，我听到了轻轻的呼唤，一道光照亮了我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是我从人间醒来，还是到了天堂。你是寄居灵魂的房客，你是暗流思念的长河，你是不燃不灭的大火，
你是平安难寻的月色，你是无法盖下的邮戳，你是丢失钥匙的铁盒，你是不容分说，你是千山万壑，你是史册未写的洞魄，你是茉莉待放的芳泽，你是朝闻则夕死可以的稻叶，你是舍弃法身也摆脱不了的磨合，你是先秦诗经里的辗转反侧，你是唐人传奇中的一梦南柯，你是千回百折，你是无可奈何。万幸，我从濒死中脱离，在病房里睁开了眼睛。护士说，我的生命体征很稳定，已没有了生命危险。我很虚弱，大概有1个星期的时间，腹部疼得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这段时间里，阿青一直在照顾我，每天都给我煲汤。看她的状态，似乎正努力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我知道，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在我逐渐恢复之后，终于能跟她正常沟通了。能不喝汤了吗？我说，为什么？腻了，不行，必须吃我做的汤，这是工作内容之一。她舀了一勺鸡汤，递到我嘴边。我想到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如果我不是你的员工，就不用听你的了。想威胁老板？对，我郑重地说，做我女朋友，不然我就辞职。她微笑，没说话，然后把鸡汤送进我口中。